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被赵丽颖暗恋多年，50岁无妻无子，差点被封杀，还被保姆告上法庭。在阅读此文前，麻烦各位看客点击一下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，赘述在文章中间。提到何炅，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他在舞台上那些机智的救场瞬间。他以高情商和超强的现场应变能力著称，一直是主持界的标杆人物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敬的主持人，竟然差点因为揭露选秀节目的内幕而被封杀，这背后涉及到资本的利益，一时间关于他的负面消息铺天盖地。此外，何炅还曾被传与赵丽颖有绯闻，甚至被自家的保姆告上法庭。如今50岁的他依然单身，这些事件让他的老好人形象受到了挑战。善良的代价，何炅以高情商和善良著称，一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好人。他职业生涯中帮助了许多明星，见证了他们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当红明星的成长过程。可以说，何炅在娱乐圈的人脉极广，口碑也非常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舞台上的应变能力非常强，不亚于许多央视主持人，一直是主持界的顶尖人物。长期以来，观众对何炅的评价都非常高，无论是他的粉丝还是路人，大家都对他非常喜爱，他的路人缘可以说是爆棚。然而在2023年，何炅卷入了一场官司，被自家的保姆告上了法庭。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但由于何炅一直以来的良好口碑，大家并没有急于下结论，而是选择观望。2023年9月，一位名叫苏丽的网友在网上爆料，称何炅拖欠自家保姆3年半的工资，还无故解聘他，甚至声称何炅将一个女孩逼上了绝路。视频中，一名女子戴着黑口罩，手里拿着法院的判决书，实名举报何炅。这一举动在网上引起了巨大轰动。视频中的女子正是何炅家的保姆，她叫苏雨，是何炅请来照顾自己母亲的。苏丽是苏雨的哥哥，不仅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妹妹与何炅的合影，还发文控诉何炅拖欠工资，在合约未到期的情况下无故解聘妹妹。苏丽甚至控诉何炅拉黑了自己的妹妹，并表示妹妹家里已经断水断粮，将自己与妹妹伪装成受害者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曝光了何炅母亲的病症，但当时何炅的母亲已经去世。苏丽与苏雨的行为无疑侵犯了何炅的隐私。为了凸显自己的辛苦，保姆话里话外暗示何炅不孝顺，称是他反复教何炅母亲说何炅的名字，因为何炅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记忆力衰退，忘记了何炅的名字。参考资料：抖音官方账号每日热搜何炅被实名举报拖欠保姆工资，还让保姆担任法人代表。保姆称其一审胜诉，法院判赔14.9万。目前何炅方面并未做出公开回应。苏丽与苏雨在网上控诉何炅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，原本以为可以利用舆论打压何炅，让他低头妥协，却不料网友们并不买账，始终相信何炅。随着事件的发展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，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。当时保姆向何炅表示自己有买房需求，需要社保，但由于市场上雇保姆不带社保的规定，何炅出于好心，决定帮他一把，让他挂靠在自己父亲的公司，以解决社保问题，这样他可以有五险一金，还能积分落户满2年买房。然而，由于何炅的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，不再需要保姆，而且保姆的工作态度有问题，何炅便将其辞退。于是，保姆与哥哥便钻法律的空子，要求何炅赔偿。两人最初起诉何炅时，
要求赔偿119万，并且还要房要车，显然是想坑钱。要知道，保姆一直只做了保姆这一份工作，至于公司，他只是挂了一个名，理应只领一份工资，但他却认为自己应该领2份工资，保姆工资以及公司员工工资，这就是现实版农夫与蛇。原本是想帮忙解决社保问题，好心让他挂靠父亲公司，谁知竟被反咬一口。由于2人签订了劳务合同，导致苏雨胜诉，何炅需要赔偿其14万。参考资料：抖音官方账号极目新闻主持人何炅拖欠女保姆工资遭实名举报，女保姆称自己一审胜诉，判决何炅赔偿14.9万元。目前何炅暂未回应。随后，何炅上诉，但由于何炅父亲的公司没有向苏雨送达员工手册，因此何炅再次败诉，需要向苏雨支付赔偿金7万块。因一时的善意被他人坑害，但因已经签署了劳务合同，导致败诉，差点惨遭封杀。2019年，何炅因为在节目中揭露娱乐圈资本赚钱的内幕，差点被封杀。他透露一些公司会一次性签约上百个小男孩，只要有一个成功，公司就能获得巨大利润，而其他选手则成为公司长期消耗的对象。公司不会给他们资源，反而会一直耗着他们，直到他们主动提出解约，而公司赚的就是这些签约选手的解约费用。解约费用通常非常高昂，少则几百万，上不封顶。节目播出后，何炅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，一波又一波的负面消息接踵而至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快本收礼事件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最终，快本被停播，何炅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口碑一落千丈，圈内好友更是无人支持。在他过生日时，社交平台下罕见的冷清，圈内无人送祝福。此外，何炅还曾与赵丽颖传过绯闻，2人曾一同参加一个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，赵丽颖大胆向何炅示爱，表示可以考虑自己，但未能得到回应。在节目最后一期录制时，2人还亲密亲吻，引发了热议。何炅在节目中非常照顾赵丽颖，而赵丽颖也很欣赏何炅，但也可能是节目效果。娱乐圈真真假假，让人难以分辨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何炅的主持功底确实深厚，应变能力更是强悍，创造了很多名场面。参考资料：人民网偶像来了，何炅热吻赵丽颖，小谷笑称亲到男神，无数救场名场面。撒贝宁曾评价说，何炅是自己职业生涯中唯一的假想敌。他在参加央视以外的综艺节目前，还特意问了节目组的导演是何老师控场吗？在得到肯定回答后，撒贝宁松了一口气，他表示有何炅在，自己更加安心。可见撒贝宁是很欣赏和认可何炅的能力。2人还有一个 CP 名叫做双北，关系非常要好。2人曾一同主持过金鹰奖颁奖典礼，这是2人第一次同台，也是这场主持让撒贝宁见识到了何炅的控场与应变能力。当时颁奖嘉宾在颁奖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手上的平板突然出现了故障，无法看到获奖名单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慌张。颁奖嘉宾已经年近80岁了，对电子产品不太熟悉，他在台上四处张望，试图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，还轻轻摇晃手机，可等了半天也没有工作人员上台处理问题。就在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时，撒贝宁与何炅同时发现了问题。撒贝宁询问颁奖嘉宾是黑屏了吗？颁奖嘉宾点头表示平板上没有显示获奖人的名字。旁边的女颁奖嘉宾也表示自己的平板上只有男演员没有女演员。在确定问题后，何炅连忙上前将手卡递给了颁奖嘉宾，并说道：“我们不仅有最高端的科技，也有最原始的手段。”一句话瞬间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。
并得到了在场人的掌声与赞扬。而这还只是何炅救场名场面的冰山一角，他凭借高情商以及迅速的反应力与应对能力，创造了无数名场面。其中最经典的还有他帮助任达华化解尴尬的名场面。当时也是在金鹰奖的颁奖现场，主办方为了表达心意，庆祝任达华获奖，特意送了一份杏仁饼给他。只是任达华手中还有话筒、颁奖证书以及奖杯，在拿杏仁饼的过程中不小心滑手了，导致杏仁饼掉在了地上。何炅见状立刻弯腰帮忙捡掉落的杏仁饼，还诙谐地表示：“您这还留了几块给我呢。”一句话不仅帮任达华解了围，还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，临时应变能力不容小觑。还有一次，在某品牌的发布会上，何炅再次创造了救场名场面。当时由于现场的灯光比较暗，品牌方在上台的过程中不小心踩到了水里。这时，何炅说道：“遇水则发”，并让现场的观众鼓掌，活跃现场气氛，瞬间化解了尴尬。要知道，做生意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跳水。何炅一句话不仅化解了品牌方的尴尬，还送上了祝福，堪称天衣无缝。何炅救了很多场，每次都能够化解尴尬，其应变能力与反应力不容小觑，从而受到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。不过，何炅也见证了很多名场面，也有一些场面让他大为震惊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化解。最经典的便是海清半跪着对欧豪说：“你是我的神”，这句话也成为了网络热词。结语：如今50岁无妻无子的何炅，生活幸福圆满，身边有很多朋友陪伴他，而且他依旧是湖南台的台柱子，深受观众们的喜欢与欢迎，路人缘仍然爆棚。